我是一名严重的失眠症患者。为了绝对的安静，我搬进了一栋楼上是空屋的居民楼。但每到午夜，我的天花板上都会准时传来指甲刮擦水泥地的声音。所有人都说那只是我的幻觉。直到有一天，我撬开了楼上的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叫周宁，一个靠码字为生的失眠患者。医生说我神经衰弱，听觉过敏，需要绝对安静的环境。于是我搬来了这里，菊园小区13号楼，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角落。中介向我保证，我选的601室，他的楼上701已经空置了整整半年。他说：“周先生，在这里您能听到最美的声音就是寂静。”他撒了谎，或者说他根本不懂什么才是真正的寂静。搬进来的第3个夜晚，午夜12点整，那个声音第一次出现。它不是冰箱压缩机的嗡鸣，不是水管里水滴的叹息，那些声音是有生命的，温和的。这个声音是死的，咯吱咯吱咯吱，像有人正趴在7楼冰冷的水泥地上，用长长的干枯的指甲一遍又一遍，执着而徒劳地刮擦着粗糙的地面。那声音不大，却像一根生锈的探针，精准地绕过我所有的防御，直接钻进了我的大脑。刮擦3下，停顿1下，再刮擦3下，再停顿1下，像一个垂死之人在用最后的力气敲打着通往人间的墙壁。我从床上一跃而起，浑身的汗毛都倒竖起来。我冲到窗边，猛地拉开窗帘，看向7楼那片漆黑的窗口。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像墓碑一样沉寂的黑暗。但那声音还在继续，咯吱咯吱咯吱。它不在窗外，它就在我的天花板上，就在我的头顶。那一晚，我开着所有的灯，抱着枕头，在客厅的沙发上坐到了天亮。接下来的1个星期，我活在地狱里。那个声音像一个上了发条的魔鬼，每晚12点准时降临，凌晨4点准时消失。我报过警，2个年轻的警察上去看了，回复我说只是一间积满灰尘的空屋。他们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个浪费公共资源的疯子。我向物业投诉，物业的管理员是个叫老王的中年男人，沉默寡言，眼神总是很平静，平静的让人发慌。他也向我保证701绝对没有人，钥匙一直锁在物业的保险柜里。周先生，他看着我布满血丝的眼睛，语气里没有一丝波澜，您是不是太累了？最近小区里有几户人家晚上也睡不好。他的话像一根软刺，扎进了我的心里。他在暗示，疯的不是这个世界，而是我。我开始怀疑自己。我买了一支高灵敏度的录音笔，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样，在深夜里将它放在紧贴着天花板的书架顶上。我想把那个声音抓出来，我想向所有人证明我没有疯。第2天清晨，我迫不及待地取下录音笔，戴上耳机，里面只有一片死寂的电流声。我把音量拧到最大，耳膜被刺得生疼。就在那片绝望的嘶嘶声里，我听到了咯吱咯吱咯吱。那个声音根本就不存在于录音里，它只是也一直存在于我的脑子里。我猛地把耳机扯下来，狠狠地摔在地上。巨大的恐惧攫住了我。我完了，我真的疯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疯子是没有权利指控别人是疯子的，我必须亲眼去看一看。我需要一个无可辩驳的来自物理世界的证据来砸碎我脑子里的声音。一个周末的下午，我带着早就从网上买来的开锁工具，像个小偷一样鬼鬼祟祟地来到了7楼的门口。楼道里充满了陈腐的气味，声控灯因为我的脚步而应声亮起，惨白的光照在我身上让我无所遁形。我把耳朵贴在冰冷的铁门上，里面没有任何声音，只有我自己擂鼓般的心跳。我拿出工具，手抖得厉害，好几次都对不准锁孔。咔嗒一声，锁开了。
我推开门，一股被时间遗忘了的、混合着灰尘和霉菌的气味扑面而来，让我忍不住一阵咳嗽。屋子里很暗，窗户被厚厚的窗帘遮蔽着。借着楼道里透进来的光，我看到了一间空荡荡的屋子，没有家具，没有杂物，和我之前想象的完全一样。我轻轻关上门，隔绝了外面的世界，也隔绝了我的退路。我打开手机的手电筒，那道颤抖的光柱像一把无力的手术刀，划开黑暗，检视着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客厅、厨房、卫生间，最后光柱停在了卧室的正中央。那里的水泥地面上有一片大约2平米见方的区域，异常干净，干净的就像有人每天都在这里趴着，用身体擦拭掉了所有的灰尘。而在这片干净的地面上，布满了无数道细微的、不规则的，像是用某种尖锐物体反复刮擦过的痕迹。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双腿一软，我向后退了一步，后脑勺重重地撞在了冰冷的墙壁上，咚的一声闷响。但我不觉得疼，因为这不是幻觉。我靠在墙上，大口地喘着粗气，心脏像是要从喉咙里跳出来。手机的光柱因为我双手的剧烈颤抖，在地面上疯狂地晃动。那片布满刮痕的干净的地板，像一张狰狞的人脸，在光影里嘲笑着我之前的自我怀疑。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我一步一步像踩在刀刃上一样，重新挪回那片地板前。我蹲下身，伸出颤抖的手指去触摸那些刮痕，那触感冰冷、粗糙，带着一种令人牙酸的摩擦感。我能想象得出来，一个人被困在无边的黑暗里，他或者她放弃了呼喊，放弃了撞击，只用那10根手指一遍又一遍，在地面上进行着这种最原始、最绝望的挖掘，直到指甲翻裂，血肉模糊。就在这时，咚咚咚，楼下传来了沉重的、不紧不慢的脚步声。我的身体瞬间僵住了。那脚步声很独特，一只脚落地很重，另一只脚则像是拖着地，发出轻微的沙沙声。是老王，他怎么会现在回来？现在是下午，不是他巡逻的时间。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所有的血液都涌上了头顶。脚步声在6楼，也就是我家门口停顿了一下，然后他继续向上。7楼，他要来7楼。我甚至来不及思考他为什么要来这里，求生的本能像电流一样击穿了我的身体。我猛地弹起来，环顾四周，寻找藏身之处。这个空荡荡的房间，除了墙壁，就只有一个地方能藏人，卧室角落里那个深不见底的壁橱。我像一只受惊的兔子，连滚带爬地冲了过去，一头扎进了那片黑暗里。我轻轻掩上橱门，蜷缩在角落，把自己缩成最小的一团。壁橱里充满了樟脑丸和旧木头的混合气味，呛得我几乎要窒息。我只能死死地捂住自己的嘴，连呼吸都停止了。门外钥匙插入锁孔的声音，清晰的像是贴着我的耳朵响起。咔嗒，门开了，一个高大的身影走了进来，逆着光，像一座沉默的山。他身上那件灰色的物业制服，在昏暗的光线里显得格外刺眼。他没有开灯，动作娴熟的就像是闭着眼睛也能走遍这里的每一个角落。他手里拖着一个黑色的、鼓鼓囊囊的大号塑料袋，袋子在水泥地上拖行，发出沉闷的沙沙声。他把袋子拖到了那片干净的地板前，然后就那样静静地站着，一动不动。我就躲在壁橱里，透过那道几乎看不见的缝隙，窥视着他。时间仿佛静止了，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我的心跳声在这片死寂里响亮的如同战鼓。我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我觉得他不是在看地板，他是在看我。他的目光穿透了这扇薄薄的橱门，穿透了壁橱里的黑暗，精准的像钉子一样钉在了我的眼睛上。
我不敢动，不敢呼吸，连眼皮都不敢眨一下。我怕我一眨眼，他就会瞬间出现在我的面前。老王最终还是离开了，他没有打开那个黑色的塑料袋，也没有做任何事，他就只是像完成某种固定仪式一样，在那片刮痕地板前静静地站了5分钟。然后他拖着那个袋子原路返回，门再次被锁上。他的脚步声沉重而规律，渐渐消失在楼道里。我在壁橱里又待了漫长的半个小时，直到全身的肌肉都因蜷缩而麻木僵硬，才敢颤抖着推开橱门。刚才与他对视的错觉，让我后背的冷汗至今未干。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把注意力重新放回那片地板。我蹲下身，仔细检查着刮痕的边缘。在一处刮痕最密集的地方，我发现水泥的颜色似乎比周围的要稀一些，也更深一些。我用随身携带的螺丝刀轻轻地撬了一下那个地方，一块巴掌大的水泥块应声松动了。我把它拿开，下面不是坚实的地面，而是一层空隙，像一个被刻意留出来的暗格。我把手机的手电筒凑过去，向那片漆黑的空隙里照去。在空隙的深处，我看到了一个东西，那是一本被厚厚的塑料袋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薄薄的日记本。我把那本日记带回了家，我像个真正的窃贼一样，用袖子擦掉了所有可能留下的指纹，蹑手蹑脚地离开了7楼。回到601，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将钥匙插进锁孔。门在我身后关上的瞬间，我整个人都瘫软了下来，靠着门板滑坐在地上。我抱着那本日记，像抱着一颗随时会爆炸的炸弹，心脏因为后怕和一种病态的兴奋而剧烈地跳动着。我锁上门，拉上所有的窗帘，把自己关在一种人为制造的安全的黑夜里。只有一盏台灯在书桌上散发着昏黄的光，像一座孤岛。我拆开那层层包裹的带着地下阴冷湿气的塑料袋，日记本的封皮已经因为潮湿而微微发皱，上面没有任何文字。我翻开了第1页，字迹很娟秀，是一个女人的手笔，但笔画的力道却很重，几乎要划破纸背，仿佛每一个字都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写下的。9月3日，晴。我又听到了，就在天花板上面，天台的方向，还是那种声音，像指甲在刮水泥，咯吱咯吱。他又不相信我，他说我只是太累了，让我别胡思乱想。我的瞳孔猛地收缩，他也听到了，而且他听到的来自更上方，天台。我像一个饥渴的溺水者，迫不及待地向后翻。日记的内容很琐碎，记录着一个女人被孤立、被怀疑，一步步走向崩溃的日常。9月10日，阴。我去找了物业，那个姓王的管理员用一种看神经病的眼神看着我。他说天台的门早就锁死了，不可能有人。9月15日，余。他又和我吵架了。他说我再这样神神叨叨的，就把我送回我妈那去。他根本不明白，那个声音越来越清晰了，像就在我的耳边。9月22日，晴。我去看医生了，医生说我听觉过敏，给我开了很多药。没用的，那些药只能让我的身体睡着，我的脑子还醒着，还在听。我读着这些文字，感同身受的恐惧像冰冷的藤蔓，紧紧地缠住了我的心脏。我翻到了最后一页，日期是9月28日。那一页上只有一句话，用红色的笔潦草地写着，几乎无法辨认。那声音不是求救，他在呼唤我。读完日记的那个晚上，我失眠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我没有吃安眠药，我怕睡着了会错过什么。午夜12点，咯吱咯吱咯吱，那个声音准时响起，但这一次它不一样了。在读完日记之后，那声音仿佛被赋予了具体的形象和生命。它不再是单纯的噪音，它变成了一个故事，一个被困在天台蓄水池里的女人。
用尽生命的最后力气，向这个世界发出的最后的呐喊。我甚至能听出那指甲的主人是如何在绝望中用尽全身的力气，一遍又一遍进行着徒劳的挖掘。不仅如此，在刮擦声的间隙里，我开始听到一些别的东西，一些极其微弱的，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模糊的呓语。我听不清那是在说什么，像一门早已失传的语言，但那声音像带着某种粘性，缠绕着我的神经，不断地向我的大脑深处钻去。我躺在床上，用被子紧紧蒙住头，但毫无用处。那声音像是直接在我的颅骨内壁上刮擦，咯吱咯吱咯吱。我感觉自己快要疯了。就在这时，我的右手不受控制地抬了起来，我的手指隔着被子开始在床头的墙壁上模仿着那个声音的节奏，轻轻地刮擦起来。一下，两下，三下，停顿，再来。我惊恐地想把手收回来，但他根本不听使唤。我的左手死死地抓住右手的手腕，指甲都掐进了肉里。但那只手像有了自己的生命一样，依旧固执地在墙上进行着那种可怕的回应。第二天，我的精神状态差到了极点。白天，我的脑子里也一直回荡着那个声音，挥之不去。我开始发现一些新的变化。那个声音不再仅仅是刮擦声，有时它会变成微弱的、重复的敲击声，像某种摩斯密码。更诡异的是，它的来源似乎不再固定于天花板。有时候我会觉得它来自旁边的墙壁，有时候甚至是从我脚下的地板传来的。整个屋子像一个巨大的由钢筋水泥构成的共鸣箱，而我被困在箱子的中央，无处可逃。我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我冲出家门，跑到市里的档案馆，用撰稿需要历史资料的借口，调阅了菊园小区13号楼最早的建筑图纸。图纸已经泛黄，脆弱的仿佛一碰就会碎。我在那堆复杂的线条和数据里找到了我想要的答案。这栋楼在设计上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为了节省成本，它的通风管道和排污管道在内部是相互串联的，形成了一个遍布整栋建筑的巨大的共鸣腔。声音可以从任何一个点通过这些管道被放大、被扭曲，然后传递到整栋楼的任何一个角落。我看着图纸上那如同人体血管般密布的管道系统，浑身发冷。我终于坚信，我听到的不是幻觉，那是一个可以通过物理介质传播的真实存在的声音。那个敲击声是新的线索，是那个亡魂在通过这栋活的房子引导我去发现另一个秘密。我把建筑图纸复印了一份带回家，像一个偏执的密码学家，趴在桌上研究了整整2天。我将那些敲击声的节奏和方位与图纸上管道的走向一一对应。那声音像一个耐心的信使，穿过几十年的钢筋水泥，最终将我引向了一个我从未注意过的角落。1楼早已被废弃多年的垃圾通道口，那是一个早已被时代淘汰的设计，通道口被一层厚厚的水泥封死，表面刷着和墙壁一样的白漆，几乎看不出痕迹。如果不是图纸的指引，我永远也想不到这里会有一个入口。又是一个深夜，我带着锤子和凿子，像个真正的盗墓贼，来到了那个被封死的通道口前。我必须赶在老王发现之前找到答案。我用布裹着锤子，尽可能地减小声音，咚咚咚，每一次敲击都像是砸在我自己的神经上。水泥块簌簌地落下，露出了里面黑洞洞的、散发着陈年垃圾腐败气味的通道。我用手电筒向里面照去，通道不深，底部堆积着一些早已碳化的垃圾，没有尸体。就在我感到一阵失望的时候，手电筒的光柱扫到了角落里的一个东西。那是一部被砸得严重变形的老式诺基亚手机，静静地躺在垃圾堆上。我把它捡起来，手机的外壳已经碎裂，屏幕也成了一片蛛网。
但在手机的 SIM 卡槽里，我发现了一样东西：一张不属于那个时代、容量只有128兆的内存卡。我几乎是逃回了6楼。我把那张小小的、像罪证一样的内存卡插进了读卡器。电脑屏幕上弹出了一个文件夹，里面只有一个视频文件，拍摄日期是15年前。我点开了它，画面剧烈地晃动着，拍摄者显然处于极度的惊恐之中。镜头对准了一张年轻而扭曲的脸，是自拍模式。那是一个穿着肮脏工服的男人，他的安全帽歪在一边，脸上全是汗水和灰尘。我叫刘成，我是13号楼的建筑工人。他的声音因为恐惧而嘶哑，背景音里是嘈杂的机器轰鸣声。出事了，出大事了！他猛地将镜头转向另一边，画面中几个工人正围着一个刚刚浇筑了一半水泥的承重墙，墙体中间一个巨大的混凝土搅拌漏斗正悬在上方。工人们的表情很奇怪，不是惊慌，而是一种麻木的、刻意的回避。镜头拉近，我看到了，在灰色的半凝固的水泥浆里，一只手，只有一只手伸了出来。那只手的手指因为剧烈的挣扎而扭曲成一个诡异的爪形，上面还沾着斑斑血迹。王五是王五，视频里的男人哭喊道：“他去跟工头李四要工钱，李四把他推进去了。开发商的人来了，他们不让报警，他们说这是意外，他们要继续浇筑。”画面再次剧烈晃动，视频里的男人似乎被人发现了，他惊慌地喊着别过来，然后视频戛然而止。我关掉视频，浑身像被抽干了力气，瘫倒在椅子上。我的大脑一片轰鸣，原来如此，这才是所有恐怖的源头。这是一栋凶楼，一栋从打地基开始就用人命献祭的建筑。我听到的噪音根本不是什么女人的鬼魂，那是那个叫王五的工人，那个被活活砌在承重墙里的冤魂。15年来，日复一日，用他早已化为白骨的手指，刮擦着他冰冷的水泥的棺材，向每一个能听到他声音的人求救。那个写日记的女人是第一个听到的人，她没有疯，但她很可能因为知道了这个秘密被灭了口。而我是第二个听众，我终于找到了一个看似完整的、可以解释一切的真相。这个真相让我感到恐惧，也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因为我终于可以确定我没有疯。我是一个巨大的、跨越了15年的谋杀案的唯一知情者。就在我为此感到一丝病态的兴奋时，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老王，他在这场跨越了15年的悲剧里又扮演着什么角色？他知道这个秘密吗？我以为我揭开了最终的秘密，以为自己成了掌握真相的上帝。我不知道的是，在我窥探深渊的同时，深渊也早已将我锁定。第二天清晨，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我从猫眼里看出去，心脏瞬间停止了跳动。是老王，他手里没有拿工具箱，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像一座沉默的石碑。我没有开门，他就那样一声不响地在门口站了足足10分钟。然后我听到他的脚步声，沉重而缓慢地离去。我靠在门上，后背的冷汗浸透了睡衣。他知道，他一定知道我昨晚做了什么。我稍稍平复了一下情绪，走到书桌前，准备把那份建筑图纸藏起来。就在这时，我的瞳孔猛地收缩。桌子上那份我从档案馆复印的摊开的建筑图纸，在正中央的位置插着一把水果刀，一把我昨天晚上用它来削苹果的锋利的水果刀。刀尖精准地穿透了图纸上1楼垃圾通道口的位置，深深地钉进了下面的木质桌面。刀柄还在因为余力而微微颤抖。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他进来过。就在我睡着的时候，这个我以为已经离开的男人，用我不知道的方式进入了我的房间。
他没有伤害我，他只是用这种方式向我发出了一个最直接、最恐怖的警告。我知道你知道了这栋楼的秘密，但有些事你最好别管，否则这把刀下一次定住的可能就是你的手。我彻底陷入了恐慌。这栋楼，这个房间对我来说不再是安全的港湾，而是一个四面漏风、透明的牢笼。老王就像一个无所不在的狱卒，随时可以进入我的世界，审视我，警告我。我认定他就是凶楼秘密的守护者，他很可能就是当年开发商留下来的，负责处理后事的清道夫。那个写日记的女人，一定也是因为离真相太近而被他灭了口。而现在轮到我了，我不能坐以待毙。我开始疯狂地调查老王，我不敢再跟踪他，只能通过网络和一些非法的手段搜集他的信息。他的履历很简单，一个普通的退伍军人，当过几年保安，1年前才来到这个小区当物业，简单的就像一张白纸。但在他的人事档案里，我发现了一个被刻意忽略的细节，在他的家庭关系那一栏写着丧偶，而他妻子的死亡日期和状态都是空白。我动用了一些关系，查到了他妻子当年的失踪报案记录。1年前，就在他来这个小区工作前不久，他的妻子在一个雨夜离奇失踪，至今下落不明。老王的报复来得比我想象的更快，也更诡异。他不再有任何直接的行动，但他开始用这栋凶楼本身作为武器，来一点点地摧毁我的精神。我开始在深夜里听到除了刮擦声之外的新的噪音，那是从我家卫生间的排污管道里传来的断断续续的敲击声，咚咚咚咚。那不是水管的异响，那是有规律的人为的敲击。我发疯一样的对照建筑图纸，发现我家卫生间的管道正好和1楼那个被封死的垃圾通道处于同一条主管线上。是老王，他在用某种方式敲击着管道，模拟着那个被气死的工人的求救，来加剧我的幻听。我的失眠越来越严重，我开始在家里看到一些不该出现的东西，比如早上醒来会发现门口的地垫上有几个用粉笔画的歪歪扭扭的叉，比如我晒在阳台上的白衬衫总会在腋下的位置莫名其妙地出现一小块无法洗掉的暗红色的污渍，像干涸的血。每次走进楼道，总感觉背后有人在看着我。我像一只被困在玻璃瓶里的苍蝇，能看到外面的世界，却怎么也逃不出去。我知道我正在被他一步步地逼向疯狂，我必须反击，我必须找到一个能让他彻底闭嘴的最终的证据。我决定孤注一掷，既然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7楼那片被刮花的地板，那么最终的答案一定也藏在那里。老王越是想用凶楼的故事来恐吓我，转移我的注意力，就越证明7楼那个空屋里藏着比被气死的工人更重要的秘密。我等了整整1个星期，我像一个最耐心的猎人，观察着老王每天的行动规律。星期3下午是他固定的休息日，他会骑着那辆破旧的电动车离开小区，去城市的另一头。我知道这是我唯一的机会。我带着早就准备好的锤子、凿子和撬棍，再一次像个盗贼一样潜入了7楼。这一次，我的目标不再是那本日记，而是那片被水泥覆盖的冰冷的地面。我关上门，没有丝毫犹豫，抡起锤子，狠狠地砸向了那片异常干净的地板中央。砰！巨大的回响在空荡荡的房间里震得我耳膜生疼，水泥块四下飞溅。我像疯了一样，一锤接着一锤，将我这段时间所有的恐惧、偏执和愤怒都倾泻在这片地面上。很快，坚硬的水泥层被我砸开了一个缺口，下面露出的不是钢筋，也不是泥土，而是一层厚厚的用来防潮的黑色塑料布。我的心脏狂跳起来，
我扔掉锤子，用撬棍将周围的水泥块一点点撬开，剥离。一个被塑料布紧紧包裹着的人形的轮廓渐渐地呈现在我的眼前。我跪在地上，用颤抖的手去撕扯那层包裹着尸体的坚韧的塑料布。一股混杂着水泥粉尘和腐败气味的恶臭扑面而来，让我一阵干呕。塑料布被我撕开了一个口子，我看到了，那不是一个女人，不是那个写日记的可怜的女人，而是一个穿着蓝色帆布工作服的男人。他的身体因为死前的挣扎而极度扭曲，脸上还残留着惊恐和痛苦的表情。我强忍着恐惧，将他的上半身从水泥里拖出来一点，在他的工作服胸口的口袋上方，用红色的线绣着一个名字：李四。我的大脑在那一刻彻底宕机了。李四，那个在15年前将工人王五活活砌进墙里的杀人凶手。为什么？为什么地板下的尸体会是当年的工头李四？那个写日记的女人又在哪里？老王到底在掩盖什么？无数个混乱的、矛盾的问题像潮水一样，瞬间将我淹没。我感觉自己的脑袋快要裂开了，我彻底陷入了混乱。我像个游魂一样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我没有报警，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说我私闯民宅，然后发现了一具15年前杀人案凶手的尸体。警察只会把我当成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那天晚上，我没有听到任何噪音，我的世界陷入了一种比噪音更可怕的绝对的死寂。我开始做一些碎片化的、极其真实的噩梦。梦里，我不再是那个躲在壁橱里的窥视者。我站在7楼那间空屋里，手里拿着一把沾着血和水泥的铁锤。我的对面，工头李四正指着我的鼻子，声嘶力竭地咒骂着什么。他的身后，一个女人蜷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然后我举起了锤子。我从噩梦中惊醒，浑身都被冷汗浸透。我看着自己那双因为凿开水泥而布满伤痕的手，一个前所未有的恐怖的念头，像一颗黑色的种子，在我的脑海里开始生根发芽。我开始调查我自己。我翻遍了家里所有的抽屉、文件柜，试图从那些被我遗忘的角落里找回我失去的记忆。最后，在一个上锁的旧箱子里，我找到了一份1年前的市中心医院急诊科的出院小结。诊断结果那一栏写着：头部受钝器击伤，导致颅内出血，伴有逆行性及解离性失忆。而在处理方式那一栏，医生用潦草的字迹写着：患者自行到院，对受伤原因及过程无法回忆，拒绝报警。我拿着那份出院小结，那张记录着我失忆真相的薄薄的纸，感觉它有1000斤重。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所有的线索，所有的推断，在这一刻都变成了一团无法解开的乱麻。我必须找到老王，只有他知道最终的答案。我不再躲藏，不再恐惧。我走上天台，那个我潜意识里最抗拒也最恐惧的地方，那个日记主人听到的噪音最初的源头。傍晚的风很大，吹得我衣衫猎猎作响。我站在天台边缘，俯瞰着这座沉睡在暮色中的城市。没过多久，通往天台的门开了。老王走了上来，手里提着一把沉重的管钳，像是刚刚修理完什么东西。他看到我一点也不意外，他只是平静地走到我对面，隔着几步远的距离站定。你想起来了？他开口，声音沙哑，像被砂纸打磨过。我想知道一切。我举起手里的出院小结，我是谁？我做过什么？地板下的李四又是怎么回事？老王沉默了很久，他看着远方的天际线，那里的最后一丝光亮正在被黑暗吞噬。这一切，他缓缓说道，都要从我的弟弟说起。老王看着我，终于说出了一切。他的脸上没有任何仇恨，只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漫长的疲惫。我姓王，
那个被砌在墙里的工人王五是我的亲弟弟。我的心脏猛地一缩。当年他来城里打工，跟着那个叫李四的工头，为了几千块的工钱，他被李四活活封死在了墙里。我从老家赶来，得到的只是一笔被开发商压下来的可笑的封口费和一个意外失足的结论。我没有证据，我什么也做不了。这1年来，我作为物业住在这里，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到李四，为我弟弟复仇。我很快就找到了他，他拿了那笔封口费，改名换姓，就住在这栋楼的7楼。那个写日记的女人是他的同居者。那个女人是个好人，但很可怜。她也听到了噪音，那是我弟弟死不瞑目的呼喊。李四做贼心虚，以为是我弟弟的鬼魂来索命，长期对他进行家暴和精神虐待，把他锁在家里，不让他报警。我找到了他，从他口中确认了李四就是当年的凶手。于是，在一个深夜，我杀死了李四，为我弟弟报了仇。这就是地板下那具尸体的来历。我没有伤害那个女人，我给了她一笔钱，让她永远的离开这座城市，不要回头。所以，日记主人他并没有死。我的大脑一片混乱。那我呢？我颤抖着问道：“我又是谁？天台，天台这里又发生了什么？”老王的目光终于从远方收了回来，落在了我的脸上。那目光里充满了极其复杂的、混杂着仇恨与一丝怜悯的情绪。你，他顿了顿，像是在做一个艰难的决定，是杀害我妻子的凶手。1年前，就在我准备对李四下手的时候，我的妻子她也搬来这里陪我。她是个善良的女人，她劝我放下仇恨，去报警。那天晚上，她在这里，在天台，无意中撞见了你。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也许是争吵，也许是纠纷。等我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倒在了蓄水池边，没有了呼吸。而你就躺在不远处，满头是血，失去了意识。我把你送到了医院，然后回来处理了我妻子的尸体。我把你杀害我妻子的罪证都藏了起来，因为我不能报警。一旦报警，我为弟弟复仇、杀死李四的事情也会暴露。我只能等，等你这个失忆的凶手自己把一切都想起来。我终于明白了，我什么都明白了。我听到的声音是真的，那是王五的鬼魂在墙里刮了15年。我也是真的杀了一个人，就在这个天台上，老王的妻子。我脑子里的噪音，一部分是王五的，另一部分是我自己的。是我忘了的罪，是我杀了人以后，我的脑子在惩罚我。而老王，这个看起来像个普通人的物业管理员，他是个魔鬼。他杀死了李四，为他弟弟报了仇。然后他像一个耐心的、最残忍的心理医生，一步一步地引导我这个失忆的病人去回忆起我自己的罪。他折磨我，恐吓我，让我活在幻觉和现实的边缘。他做这一切不是为了让我去自首，他只是在等我自己找到他妻子的尸体。现在我找到了，我站在了这里，我的利用价值结束了。老王看着我，那双总是平静无波的眼睛里第一次燃起了火焰，那是压抑了1年的、冰冷的，几乎要将我烧成灰烬的仇恨。他举起了手中的管钳，那沉重的、沾满了铁锈的金属凶器，在灰暗的天色下反射着死亡的光。我弟弟、我妻子，还有那个可怜的女人，他们都解脱了。他的声音里没有任何情绪，像是在陈述一件早已注定的事。现在轮到你了。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求生的本能压倒了一切。我转身就跑。我冲向通往楼梯间的铁门，我的手已经摸到了冰冷的门把手。但老王的速度比我更快，他常年干体力活，而我只是一个被失眠和恐惧掏空了身体的写手。一股巨大的力量从我背后袭来，我整个人都被撞在了铁门上，
发出砰的一声巨响，我感觉我的骨头都快散架了。我挣扎着想爬起来，但一只穿着解放鞋的脚重重地踩在了我的背上，像一座山，把我死死地压在地上。我能闻到他身上那股汗水和铁锈混合的气味。别急，他在我耳边轻声说道，那声音像魔鬼的耳语，不会很快就结束的。他把我拖回了天台的中央，我像一条待宰的鱼，徒劳地挣扎着，双腿在粗糙的水泥地上被磨得血肉模糊。他把我翻过来，让我看着他。他骑在我的身上，用膝盖死死地压住我的胳膊，然后他举起了管钳。我看着那件凶器在我的瞳孔里一点点地放大，我能看到他脸上因为用力而爆起的青筋，能看到他眼睛里那毫不掩饰的复仇的快感。他没有立刻砸下来，他在享受这一刻，享受这个他策划了1年的最终的审判。第一下落在了我的小腿上，咔嚓一声脆响，剧痛像海啸一样瞬间将我淹没。我发出了不似人声的惨叫。第二下是我的另一条腿，他要先废掉我的行动能力，让我无处可逃。他像一个冷静的屠夫，在肢解他的猎物。他看着我痛苦扭曲的脸，脸上露出了一个扭曲而满足的笑容。他再次举起了管钳，这一次对准了我的头。在他砸下来的最后一刻，我脑海中那折磨了我1年的来自整栋建筑的喧嚣的刮擦声终于消失了。我听到的是我自己心脏最后一次的沉重的跳动。全文完，感谢您的观看，每天上新精彩故事，喜欢就订阅吧。